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首先感谢大家一路支持，海选和竞技比赛我终于都入围了，现在到总决赛了。各位小伙伴们，在我发点力吧，评论、弹幕和点赞都行啊，评论和弹幕是2倍助力值哦。好了，拉票结束，今天来一次性盘点一下宝可梦里的10大感人场景。连载20多年，我相信总有一刻让屏幕前的你们曾泪奔过吧。1. 放生八大湖。八大湖是小智第一只放生宝梦，八大湖的求偶之路并不顺利，他看上一只粉色八大湖，但是人家根本看不上他。后来还是火箭队神助攻，让小智八大湖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，从而抱得美人归。在海边的夕阳下，小智面对着八大湖，虽然心有不舍，但还是嘱咐八大湖要有女朋友快乐的生活。这是小智第一次经历同伴的离别，回忆起他从绿毛虫开始一点一滴，就连皮卡丘也依依不舍地流下了眼泪。并且这段剧情在剧场版就绝对视频中重置了，画质啥的都提升一大截。喵喵离队，在绝地寻找时，喵因为一次意外被单独打飞到一座岛屿上，这座岛屿上的人们正在寻找幸福的喵喵神。因为喵喵的从天而降且会说人话的逆天技能，让所有的人都坚信这就是幸福的喵喵神，因此喵过上短暂的无忧无虑的生活。然当武藏和小四郎找上门来时，喵却怕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将他们赶出了岛屿。虽然内心很自责，但是为了幸福，喵喵还是做出了这个自私的决定。然这一切的幸福是有代价的，幸福的喵喵神需要使出聚宝弓，给岛上人们带来幸福。因为不会使用这招，喵就会强迫和宝可梦对战提升等级。看到喵喵受苦，武藏和小次郎忍不住了，即使他背叛了自己，但还是将仅存的金币全部抛了出去，喵喵因此得救。然而当看到那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小次郎挚爱的瓶盖时，喵瞬间知晓了一切，他拼尽全力的找到小次郎他们，并对岛上人们说出了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的这番话。3. 与小霞分别。参加完成都地区白银大会，正准备回关渡地区，此时小霞得到姐姐的消息，他们3人要出去旅行，所以要拜托他看守道馆，并且乔伊小姐已经把她自行车修好了，这让小霞很不开心。要知道最开始就因为小智破坏小霞自行车才让2人相遇，小霞用赔自行车这个借口和小智一起开始旅行的。如今自行车已经修好，那就再也没有理由和小智继续旅行了。于是在回程的路上，原本傲娇的小霞话突然多了起来，不停地提醒2人各种细节。小智表示你好啰嗦，但小霞没有生气，而是表示自己不在就没人说了。这时候原本走得累死累活的路似乎一下子就变短了起来，在一个3岔路口，3人即将分道扬镳。小智一开始就一人旅行的，遇到小霞和小刚，队伍热闹起来，现在又变成一个人。上集的人生中，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好兄弟好朋友，但最后他们都会逐渐离开，只剩下你还在独自前行。最让人泪目的就是小刚和小霞放弃不下小智，再赶过来给小智送便当了，刚好看到小智流泪的画面。小霞贴心的将便当打包，这段分别的细节是我个人认为宝可梦系列中处理的最好的了，后面没有哪个时代这么感动到我。4. 送别阿伯怪和双大瓦斯。众所周知啊，火箭的3人组是宝可梦里的人气担当，作为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，他们放生宝可梦时感人程度可一点不亚于主角团。在1季第6集中，火箭队发现了被宝可梦猎人捕捉的阿伯蛇和瓦斯蛋，对他们的计划行，阿伯怪和双瓦斯都十分不忍心。体会到自己宝可梦的心情后，武藏就决定将这些宝可梦全都救出来。可惜这个宝可梦猎人的实力非常强，仅派出一只沙基娜就打飞了武藏他们。但火箭队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不放弃啊！阿伯怪利用嗅觉再次找到猎人，3人组立刻开始追击，利用双拉瓦斯烟幕，喵接近了带电的铁笼，开始开锁。在忍受电击情况下，喵顺利的救出了被抓的宝可梦，并表示和皮卡丘的电力比，这差得远了。看见阿波蛇和瓦斯蛋被放跑，宝可猎人大为生气，他的沙基娜直接进化成准神班吉拉，一发破坏死光，直接就秒掉了果然梦。这里我严重怀疑是果神在演戏。无奈之下，武藏和小次郎就让自己宝可梦带着同伴逃跑，他们3个则负责拖住猎人和班吉拉。阿波怪和双人瓦斯虽然不肯，但眼下没有好办法，只得含泪离开。武藏等人挡住宝可梦猎人的方式无非就是肉搏，一次次被打飞，但有一步未曾退缩过。最后猎人是被小智等人击败的。讽刺的是，小智得知宝可梦被救走后说了一句：世上有火箭队这样的坏蛋，也有不知名的好人啊。
殊不知这件事就用火箭队做的。武藏放生毒粉蝶，这集武藏正在给毒粉蝶训练，但此时一只异色异性毒粉蝶出现，显然这2只毒粉蝶都见色起意了。更加巧合的是，这异色毒粉蝶训练家像极了武藏初恋。看着这个男子，武藏想起了自己的过去，自己也曾作为偶像练习生努力，而他的初恋要去修行成为协调训练家。武藏为了自己的梦想拒绝和初恋一起走，然造化弄人啊，武藏没有被录取，也失去了初恋。为了不让自己的悲剧重演，武藏毒粉蝶大胆去追求自己的爱情，但毒粉蝶不舍得离开武藏，于是武藏狠下心来，把金泥球砸碎，告诉他你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回来了，这才强行送走毒粉蝶。武藏泪崩的那一瞬间，谁又能想到这是个泼辣的反派呢？6小次郎放生沙漠赖雅，神奥地区草药道馆主蔡种发现小次郎沙漠赖雅有学吸收拳的潜能，但是小次郎作为训练家的能力根本不行，沙漠赖雅完全不能掌握这个技能。蔡种于是向小次郎提出，不如将沙漠赖雅交给自己培养。小次郎一开始不愿意，决定带着沙漠赖雅继续训练。这时候小智等人也过来帮忙，可惜练了整整1天还是没有任何进展。此时蔡种出现询问进度，就如他所说，小次郎没有办法给沙漠赖雅更好的条件。小次郎转眼一想，跟着自己颠沛流离，不如去道馆接受专业的训练，那里安定的生活更加适合他。于是他下定决心把沙漠赖雅交给蔡种。交出去时，小次郎的手都微微颤抖着。虽然每次沙漠赖雅出场都会给小次郎带来不少麻烦，但小次郎早已习惯，毕竟他们可是相处了几百集了。7小次郎告别风妮妮，这集虽然感觉是强行放生的，但还是戳中了不少人的泪点。风妮妮因为生病，小次郎便将她送到休息之馆，请我老婆婆和老爷爷救治。但3人组不能停留太久，而风妮妮却恢复得很慢。到了必须要走的时候，小次郎回想起自己和风妮妮的过往。风妮妮是他从小一直想收复的宝梦，明明已经好不容易成了伙伴，却又不得不分别。配上当时的 BGM， 想哭啊。8小智之死，在就决定是你最强版中，小智为了保护皮卡丘被野生宝们攻击，想要将皮卡丘收回荆棘球里，但皮卡丘却倔强地表示不愿意，并且竟然开口说话了，因为想要和你一直在一起。小智听到这话，那就更不能让皮卡丘跟着自己牺牲了，于是强行将皮神收回荆棘球中。这是我第一次将你收回荆棘球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事后从球里出来的皮神发现小智已经不省人事，抱着他的帽子大哭，一招亿万伏特响彻天空，以绝望为雷，除尽世界黑暗，化怒为雷霆，荡万里晴空。9小智联盟夺冠，在这次比赛前，谁也没有想到小智竟然能够夺冠，最多的猜测就是小智再次牵连老奥。然而真的没有想到小智竟然夺冠了，这个冠军的到来让我一个20年的老粉老泪纵横啊。虽然还是有一群粉丝吐槽比赛不够正规，但我还是想说无所谓了，开心就好。后面在和库伊博士全面对战时，我想着这次应该会输了，但没想到居然又赢了。皮神最后还正面打赢了岛神卡布明明的专属贼招式，皮神再次封神，小智赢下库伊博士，成为阿鲁拉最强。10日月完结，日月系列是日常感最强的一部了。小智一直住在库伊博士家里，已然把这里当做了第2个家。在新无一夜，小智再次回归时，小智直接说我回来了，而库伊博士说的也是欢迎回来。这可能也是小智把木木枭他们放在阿罗拉的原因了。而阿罗拉的同伴们为了自己目标也在不断努力着，虽然经历离别，但他们最终还是会再相聚的。最让我泪目的一场就是小智坐上阿罗拉的飞机，转头朝着窗外一看，阿罗拉的小伙伴以及宝可梦们都在外面向自己告别，这就是永远的朋友，不灭的友谊啊。好了，那么你们曾为哪些剧情戳中过泪点呢？欢迎评论弹幕留言。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